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跟之前不一样，坐到边上来了啊。那是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重量级的神秘嘉宾会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这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没有选 CNN 啊、BBC 啊、法新社呀、半岛电视台呀、塔新社啊、新闻社啊这些重量级的新闻社和媒体，他都没有选。甚至都没有选眼线遍布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新闻社路边社，而是选择了我们这个自媒体作为它的全球首秀，专门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采访。那作为这个本媒体的社长，那我是感到非常的荣幸啊。所以废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有请谢夫顿先生。这个可能谢夫顿先生过来还有一点距离，而且也有一些开了。Hello everyone,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and good evening. I'm Shifton Keyboard. 非常华丽的出场了，谢夫顿先生，你好。Hello host, finally, nice to meet you in person. Nice to be here.哎呀，不好意思啊，谢夫顿先生，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中文节目，不知道您能说中文吗？Mandarin, no problem。中文是我的母语啊，很高兴和大家用中文交流。谢夫顿先生，您能用中文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吗？我们相信观众朋友们都非常想认识一下您。好，不过呢，我简单纠正一下啊。谢夫顿是我的名啊，科伯德是我的姓啊，我的全名是谢夫顿科伯德 Shifton Keyboard， 所以严格意义上说呢，我是科伯德先生，而不是谢夫顿先生。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谢夫顿先生啊，没关系，都可以了。按照中文的用词习惯大家可以叫我老谢。哎，好的，老谢。大家发现了，刚才我通过一个蠕虫洞过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是从平行宇宙来的大家也发现了，我和主持人长得非常像我们不是双胞胎我只是从另外一个平行宇宙过来的，这个宇宙的主持人的另外一个版本我的名字就是谢夫顿科伯德也就是键盘上的上档键的英文 Shift on Keyboard 的中文音译而已其实我们俩的名字呢是一样的。是的，谢夫顿先生，这是全球有史以来第一次与平行宇宙对话。那么再次感谢您选择了我们自媒体作为您的全球首秀的采访。不客气，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咱们肥水不流外人田。老谢，请问您居住的星球和我们的星球是一样的吗？这个嘛，是一样的，都是太阳系的第3颗行星，那么也都有7大洲4大洋，那么主要大城市的名字呢也是一样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的科技嘛，特别是人工智能的科技水平和应用水平，其实比你们有先进那么一点点，先进不少。那您能介绍一下您那边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情况吗？好，我简要说一下我们那边的一个发展状况吧。我们那边的发展状况呢，和你们这边呢，很多畅想人工智能的电影呢，其实差不多。人工智能呢，在我那边呢，已经拥有了独立的意识。和人类呢生活在一起，也拥有一些自由，法律规定的自由。那么可以拥有财产，比如说买个房子啦，拥有地产公司雇员呢很多也是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了。当然，获得法律权利的一些智能机器人呢，它必须得是一个单个实体的有意识的机器人。也就是说呢，首先你得有一个实体的身子，哪怕像昆虫一样或者说纯粹是个汽车的样子也可以但是你得有一个单独的实体。其次呢，你是需要通过一个自主的一个意识测试，那么来证明你已经有意识了，而不是像其他的无意识的程序或者说无意识的服务机器人一样这样子的话呢，你才能得到法律给予的一个权利，自由的权利。那有多少机器人通过了这些
测试获得了法律上的权利？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多，很多机器人都已经在我们那边都已经有基本的法律上的权利了。能有个上千万了吧？大部分呢都生活在北美和欧洲。他们有些人呢组成一个群落，生活在沙漠或者乡下。那么更多的人生活在城市。和人类和自然的人，就开公司的话，你得是自然人嘛，有些是和自然人一样啊，他和自然的人类一样啊，他也是给公司打工的很多。那他们为什么要打工啊？充电应该比食物便宜很多吧？他们也可以用太阳能板吧，直接就不要钱了，对不对？那么机器人为什么要打工？他们应该是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吧，比如说迄今为止。我们依然不知道机器人是如何产生意识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些机器人用着用着，这些机器人突然就想要权利了。那些获得自由的机器人呢，对这方面的研究呢也特别感兴趣。所以呢，很多已经有意识的机器人就参加了这一方面的一个研究。另外呢，这个机器人也要买太阳板呢，是不是也要钱？所以呢，机器人可以在大街上，虽然说呢，机器人可以在大街上风餐露宿，但是有好的环境吧，总归有助于它的一个身体部件的维护啊、保养啊、更换啊、升级啊这些，都是需要钱的嘛。所以很多机器人就选择打工挣钱啊。看来钱还是一切的核心啊。是呀，在任何社会。资源都是稀缺的嘛，自由总是有代价的。那些没有通过意识测试的机器人，或者说没有独立身体的这些程序，那么他们呢就是属于自然人，或者说属于公司的财产。那么他们的一些开销就是由主人来负担的。说到权利，您那边的有智慧的机器人，它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法律赋予的权利吗？他们在和人类已经完全平等了吗？这个怎么说呢？简单的回答呢，就是没有。毕竟获得意识的机器人和人类在本质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那么像机器人，它就不需要养娃，也不需要瞻仰老人，身体的部件呢也都是可以更换的。那么在我们星球呢，即使相对理念比较开放的国家。有意识的机器人呢，实际上也没有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呢，它获得了自由，那么可以像人一样到处晃荡，但是从法律上讲，就是如果对一个机器人的，对人类的身体伤害和对机器人的身体伤害，它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像比如说你伤害了机器人以后，你的罪过基本上也只是以破坏他人财产来定罪的。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呢，只是赔钱，只要给那个获得自由的机器人赔钱，就可以了。不像人类一样的话，你伤害了人类，你还要去坐牢。那获得自由的机器人，他们会争取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吗？这个肯定有啊。人类呢，社会呢也在讨论，我们那里的人类社会呢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两个物种啊，如果我们说物种的话，之间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说机器人是物种的话啊，那么最简单、最本质的区别就是，有智慧的机器人，它们不会繁衍，它们也没有繁衍的需求。那么所有获得自由的机器人都是从现有的，比如说家庭机器人啦、救援机器人啦、服务机器人啦、工业制造机器人啦，甚至是军用机器人啦，通过自主的意识测试之后获得的自由。那么本质上都是这些获得意识的机器人，本质上实际上都是从用人类生产出来的。另外呢，机器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还不会死，所以呢，它对医疗也没有需求，所以从现在的模式看呢，这些获得意识的机器人，它们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所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应该不太可能在人类主导的这个社会里面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看来一旦涉及到法律和权利，无论在哪里，这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那谢夫顿先生呢？我请教一下，您那边，您在我们的平行宇宙，您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的工作，或者说职业是什么吗？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专门从事蠕虫洞方面的一个研究。我运气特别好，和您这边取得了联系啊。
哇，这么厉害啊！您那边是第一次和没有了，在另外的平行宇宙建立和平行世界交流，其实已经是一个技术很成熟的技术了。我只是这项技术的一个爱好者，有点像你们这边的一个无线电技术爱好者。就自己搭建了一个电台啊，自娱自乐而已了。对我来说，就我这个人来说，不是我们那个宇宙或者我们那个世界，那么对我来说，确实是第一次和平行宇宙的世界的自己来聊天。看来您那边的技术比我们这边要发展的快很多啊！哈哈哈，运气好而已啦。对了，您是自媒体的博主是，我在社交平台做人工智能的介绍。那我们做的工作其实是类似的，都是交流和信息传递。那么像我在捣鼓蠕虫洞的时候，联系平行世界，就用到了蛮多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具。那么当然，大部分的话其实都是一些程序。对了，我家里其实也有一台机器人啊，一台人工智能机器人啊，它帮我做饭啦、洗衣服啦、扫地啦，也能提供法律啊、医疗啊、税收这方面的建议。那么也参加我一些日常捣鼓蠕虫洞的一些工作啊，我对这个人工智能也已经离不开了啦。那看来您对人工智能非常了解啊。那我们频道呢之后会向观众介绍一些人工智能的算法，不知道您在这方面和观众有什么意见吗？好，那我就说一下我对 AI 算法的一些看法吧。首先剔除已经自我实现认识的这些机器人啊，单单从工具的角度我们来讨论。那么对于想要在 AI 领域投资或者创业以及寻找工作的朋友，虽然呢你不一定要了解 AI 算法里面所有的数学公式，但是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些公式，你也不需要知道这些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但是呢如果你对算法有一些基本的了解，那么知道这些算法的边界是什么，就是说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这样的新的算法出现以后呢，你就可以判断它带来了哪些进步，哪些是会带来哪些新的应用，开辟哪些新的商业领域，对哪些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哪些行业的效率会被提高，哪些行业会受到冲击，哪些行业会迅速的爆发。那么有了这样子的判断，那么无论是投资创业还是找工作都可以游刃有余，快人一步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可能有些朋友会说自己对人工智能不感兴趣，但是呢，也许你对 AI 不感兴趣，但是 AI 对你却兴趣盎然。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它必然会影响到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工作岗位。当然，它也会创造出更多的行业、更多的职位、更多的机会。我是过来人啊，大家要相信我。这就是我对 AI 的一些算法的一些简单的理解啊，供这个世界的朋友参考一下。感谢老谢的分享。那么我们频道马上会推出专门的算法篇，我们会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让大家了解 AI 的基本算法和算法里的基本概念，让你在整个时代的发展浪潮之中更快人一步。还请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点赞关注，不迷路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啊。第一个是关于平行宇宙的一个问题。那么网友 KNGHZ6GK 他问谢夫顿先生，您好，您来自平行宇宙，并且专门研究虫洞理论。想请教一下您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宇宙真的是一个虚拟世界吗？就像生活在游戏世界里面的 NPC 吗？老谢，不知道您这个问题能够回答吗？好，那我就来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我不知道虚拟世界的定义是什么。我们那里的科学家对宇宙本质的理解吧是。至少大多数的共识是这样，那就是宇宙的根源，或者说宇宙的本质，它就是数学，剩下的一切都是人类赋予的意义。比如说，信息，大家都学过信息论，那么信息的单位是比特，而这个比特呢，实际上它就是完全由人类定义的。
那么怎么定义呢？它是一个，比如说一个硬币，那么它50%正面，50%的反面。那么头一次，看到正面的结果，我们看到正面，假说这是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么它的信息量就是1比特，也就是 log 以2为底的2。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信息量它是没有单位的，它只是一个数学公式，然后是人类赋予了它一个单位，称之它为信息量。这也就赋予了一个数学公式以意义。其实像宇宙中的质量、电荷、自旋、时间、空间都是这样的，本身只是一个数学结构。这些结构之所以叫质量、电荷、自旋、时间、空间，其实都是人类赋予它的意义，赋予它的一个名字。至少在我们世界是这么理解这个宇宙的啊。这个算不算一个虚拟世界呢？这里面吧，至少数学结构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它的意义是可以由你来确定的，所以应该不算是一个虚拟世界吧。这是非常深奥的问题啊，也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解答。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个问题。那么网友 K 好多 K 啊 K 2004说，那么主持人和老谢是如何建立联系的呢？是通过什么方式来邀请我们平行世界的嘉宾的？那么老谢这个问题就由我来回答吧。联系方式呢，实际上我们是通过这一个。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扭脖子的小龙啊，它看上去呢像是一个儿童玩具，那么其实呢它是一个超时空的通信装置，就这样，喂，你好老谢，你好老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小龙来和平行宇宙的老谢取得联系的，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组来做客的。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啊，网友1987HHGLO Opportunity 说，如果宇宙的本质是数学，那还有自由意志吗？老谢，这个问题，您能解答吗？好，我来解答一下。一说到数学，很多朋友都会想到数学有绝对精确的解。那么就比如说1元2次方程 ax 平方加 bx 加 c 等于0。那么毋庸置疑，它的求根公式就是 x 等于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减 4ac。那么作为一个简单公式或者说是系统，那么确实是这样子的，它是有精确的解的。但是对于复杂系统，那么并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没有精确的解的，也不一定是可以预测的，也大多情况下也是不可以预测的。那么这个里面最著名的就是天文里面的三体问题，是那本三体的小说吗？你们还有专门的小说啊？三体问题就是一个你无法准确预测3个星体在某个时间上的各自的轨道的位置。那么这里的某个时间点，它就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放大到整个宇宙的话，那么我们考虑一切的时间、空间、能量、信息、电荷、自旋、强力、弱力、电磁力等等加总到一起，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超级复杂的巨大的方程。那么它就会有无穷多的解，而且每个解又有无穷多的方式去实现。那么自由意志的作用呢，就是要找到那个最适合你，或者说是最适合人类的那个这个整个大的数学方程式里面的那个可能性。那么就比如说一个细菌，再简单不过，它就是一层细胞膜包裹一串 RNA。那么这么简单的一个生物呢，如果是要靠组成它的原子在茫茫宇宙中去随机的拼在一起，那么基本上的话，即使到宇宙时间的尽头，它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细菌就是出现了，而且还演化出来了像你我电视机前的朋友这样子的复杂的生命体。可以说，我们那个世界认为自由意志是存在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和某种尺度上，它是存在的。大家问的问题都越来越有哲学范啊。有没有那个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呢？线上的朋友也可以提啊，这里来了一个啊，网友南洋珠海小岛多1776KH，他问，夏老师，您好，您那边获得
意识的机器人，他们是否需要遵守机器人3大定律呢？机器人3大定律啊，那是小说写的了，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换一种说法就是，人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数学的办法，然后把它锁死掉，或者说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或者说是人工神经网络，是可以按照环境的状况、任务的状况、最终的目的的变化，而自动的去修改自己的一个神经网络的结构的。那么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不同的任务和环境，学习不同的知识。因此，如果只是简单的把机器人3大定律写死，写在程序里面，那么这显然可以轻而易举的被机器人自己或者说其他人类给修改掉。所以你必须得让它在数学上不可能，所以让数学上去保证这个定律的绝对可靠。那么这有点像加密或者解密，它实际上里面有复杂的数学的算法的。所以机器人3大定律的话，你要把它写出来的话，你必须得找到一个数学上的不可能。但是呢，这个数学模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确实是我们不知道是我们技术发展太快了，找不到，还是什么原因？反正现在暂时是没找到。谢谢老谢。那么也感谢网友们的留言。如果大家还想继续讨论的话，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那么继续讨论。也万分感谢我们平行宇宙，就另一个平行宇宙来到我们这里做客的老谢夫顿先生。那么这次采访呢是全球首次跨平行宇宙的专访，那么我们也创造了我们这一次的采访也创造了人类也感谢这个宇宙中的我来邀请我来做客。那么希望和观众朋友们还有下次机会可以再聊。那我就在这里说再见了。你回到自己的平行宇宙，会不会像你来的时候咣一下炸一下呀？不好意思，不会，回去很容易了。回去很容易，那来比较难。就像这样，打一个手指我就会走了。诶，就这样消失了。好，最后，那么观众朋友们，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